段誉叹气，脚下微动展开，以凌波为步。他身形飘忽如轻烟，在铁道间轻松穿梭，黑人连他一脚都碰不到。江城躲在树丛后，望着前方气定神闲的年轻僧人，心脏狂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知晓自己已暴露，在藏无益，便紧握着地质锤横在胸前防御，小心翼翼从树丛中走出。在下江城无意冒犯大师修行，他声音尚稳，眼神却满是戒备，细细打量眼前僧人。对方约27、8岁，着素灰僧袍，布鞋，梳整齐发髻而非光头，面容如村民所说般淳朴憨厚，可刚睁开的双眼清澈深邃，无半分波澜。这份平静让江城不敢松懈。张三也在打量江城，对他那身从未见过的深蓝色工装，腰间挂满的奇特金属工具，以及厚底黑皮靴充满好奇，却无半分敌意。空白的100年第4集，科学与神功。施主不必紧张。张三双手合十，微微躬身。贫僧张三，施主叫我张三便可。张三。江城听着这名字，紧张多了几分荒谬感。他不再绕圈，收起地质锤，却未放回腰间，直问疑惑：张三大师，我方才在林中亲眼所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些鸟是某种我不知道的声波共振，用特定频率吸引它们，还是你身体周围产生了特殊生物磁场？张三听得一头雾水，淳朴的脸上满是迷茫。磁场，施主说的是什么？他老是摇头，贫僧不懂。贫僧只是练习师傅留下的九阳残本上的吐纳之法，再结合多年前郭襄女侠留下的铁罗汉领悟的罗汉全变招。郭襄，江城心中巨震，名字如钥匙般解开他心中多个谜团。他立刻想起几天前在驿站传闻，那被官府重金悬赏，身边跟着一对雕佩戴神兵的独行女侠。他意识到张三口中的郭女侠或许就是那被天下通缉的神秘人，而眼前这憨厚的张三也与传奇人物有关联。江城压下激动，换了种方式试探。他掏出德国制怀表打开，露出与第1集瞩目是一致的苍穹星盘刻印。张三师傅，你可曾见过这个图案？张三被怀表吸引，凑上前端详复杂刻印与跳动秒针，摇头道：这图案未曾见过，但施主这件法器精妙绝伦，竟能自行转动计量时刻。见张君宝对怀表有了学术兴趣，江城心中一动，又从口袋掏出现代自动打火机，啪的一声，指尖升起一簇稳定火焰。哇，张三这次是真惊讶，眼中满是孩童般好奇。施主，这莫非是传说中的三昧真火？可没有火折子，怎会自行生火？江城看着好奇的张三，萌生大胆念头，决定赌一把。张三师傅，若我说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而是来自700年后，你信吗？张三愣住，脸上第一次出现超出理解范围的困惑。他看看江城的奇装异服，又瞧瞧那些从没见过的工具，沉思道：700年后，施主是说神仙下凡？不是神仙，是科学。接下来1个时辰，江城用碳素铅笔在沙地上为张三画出基础图形，给张三这武学宅讲力学杠杆原理。你看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神智能撬动你身边那块巨石。张三似懂非懂，却用自己的方式反驳：施主说的力，贫僧大概明白，可若以贫僧的内力来看，何须支点？只需将气运于掌心，便能4两拨千斤。两人一个讲物理规则，一个说内力运转，虽无法完全理解彼此，却在这场跨越700年的一学术交流中，悄然生出奇特友谊。江城没察觉，今日播下的理学杠杆种子，日后会启发这位青年领悟出震古烁今的太极。另一边，令狐冲与段誉结伴离开城镇，走至城外，段誉忽然面色一凝，停下脚步。令狐兄有杀气。话音刚落，数道黑影从两旁密林窜出，将两人团团围住。
共10余人，皆黑衣蒙面，系着醒目白腰带，手持利刃，杀气腾腾。二位留步吧。为首黑衣人声音沙哑，我等不想伤及二位性命，只是奉命行事，请二位暂时分开，各走各路。令狐冲乐了，哦，你们是哪家派来的？专管江湖人交朋友，我若是不分呢？那就休怪我等得罪了。黑衣人一声令下，10余人同时扑上。段誉叹气，脚下微动展开，以凌波为步。他身形飘忽如轻烟，在铁刀间轻松穿梭，黑衣人连他一脚都碰不到。可闪躲时，段誉暗自叫苦，他想催动6脉神剑，颠倒一印，剑气却时灵时不灵。憋了半天，只从指尖噗的射出道微弱气劲，打偏到一旁树干上。令狐冲也拔出长剑，本能想使独孤九剑，脑中却一片混沌，只记得寥寥几招起手式。他索性不再多想，将恩义金睛内力灌注剑身，施展出精妙的华山剑法。虽是基础剑法，在他手中却剑光霍霍，守得滴水不漏。一名黑衣人持长枪刺来，令狐冲手腕一抖，剑尖点中枪杆薄弱处，使出了独孤九剑中破枪式的影子。黑衣人虎口巨震，长枪几乎脱手。虽功法受限，可2位大侠武学底子顶尖，数十招后便轻松打倒这群白腰带刺客。2人收势而立，令狐冲皱眉捂胸，奇怪，一口气提不上来，运到山中穴就停滞了。段誉点头附和，我亦如此，仿佛这副身体未完全适应此地的天地规则。这时为首的白腰带黑衣人看2人的眼神没有恐惧，反倒有丝了然。哼，你们果然不是这里的人，看来这场局已经开始了，下次见面就不是如此了，再会。说罢，他吹起奇特口哨，所有受伤黑衣人互相搀，迅速退入林符。令狐冲和段誉没去追，面面相觑。什么局？另一边，江澄和张三正聊得兴起，忽然目光越过江澄肩膀，望向庙门口，脸上的淳朴笑容瞬间收敛，变得无比凝重。施主，有客人来了。江澄心中一惊，猛地回头，只见数名身穿白色道袍、仙风道骨的天机阁弟子，一悄无声息站在庙门口，平静地看着他们。一名年轻师弟忍不住低声问：师兄，楼主要咱们寻什么姓的？那是啥？被称作师兄的，他眼神深邃，低声呵斥：别问那么多，我等寻苍穹珠20年未果，如今又多了寻人任务。楼主只说，拿着这块开阳星碎片，靠近那人，他自然会有反应。师兄道人整理衣袍上前，脸上带着温和友善的笑。他先对张三礼貌地拿出一块闪烁微光的玉石碎片，缓缓靠近，没有反应。他又转向江澄，眼中闪过一丝好奇，将碎片靠近，依旧没反应。道人眼中闪过一丝困惑，心想难道不是这2人？但立刻掩饰好情绪。他看江澄的奇装异服和地上的科学图样，判断此人绝对是变数，与天机阁大事有关。他立刻堆起和善的笑容，躬身行礼：在下天机阁开阳坐下弟子，我等奉命寻找天命之人，共商拯救苍生大计。看来2位就是要找的贵客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。说罢，师弟捧上包裹，里面有古代服装、银子和一支穿云箭。就在江澄和张三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礼弄得不知所措时，数道黑影如鬼魅般从破庙屋顶和阴影中杀出，目标明确，直扑天机道士。又是你们这群逆贼！道人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冷，拔剑迎战，双方立刻厮杀在一起。混乱中，道人对江澄和张三大喊：此地危险，你们快离开，他们是来找我们的。拿着信物速去太和山脚下的迎仙客栈，自然有人带你们去开阳楼。2人被搞得目瞪口呆。张三拉起江澄：此地不宜久留，太和山路途遥远，我们先去山下那间小驿站避一避，再做打算。张三回头问道：道长可留下姓名？道长答道：小道白隼，